听闻胡八一在昆仑冰川见过火瓢虫，陈教授更加确信那里藏着许多秘密。他解释道，1年前，雪莉杨的父亲前往新疆寻找精绝古城，途中他们找到了英国探险家华特先生的笔记，那里边详细记载了华特先生找到精绝古城的全过程，而当年探险队失踪前发出求救信号的定位，正是在昆仑冰川之中。大家都不明白为何探险队去了那里。他们此行之所以要先去昆仑冰川，一方面就是为了寻找答案，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寻找那本笔记。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，如果能够找到精绝古城，完成我们的考古研究计划，许多历史的谜团将由此解开，西域文化的研究将掀开新的一页。胡八一听了陈教授的话，光荣的使命感油然而生，思考片刻后便答应。转眼胡八一带着考古队抵达昆仑冰川。由于本次考古行动是国家批准的正规行动，组织上特地派遣了2位战士协助，他们一个叫大个子，一个叫嘎娃，都是胡八一当年的战友。根据当年探险队求救信号的定位，众人来到了一处冰川大裂缝，他们利用绳索降到谷底，沿着裂缝一路深入到冰川内部。没走多久，就发现了一处地下河，看来若想继续向前，就必须趟水过河。胡八一让众人先休息一下，而他和胖子则仔细查看着水的深浅。你们大伙快过来！原来众人在墙壁上发现了一些歪七扭八的文字。陈教授再次查看了胖子的玉佩，发现玉佩上的文字竟和墙壁上的一模一样。他向众人解释到，这种文字叫鬼洞文，正是西域古国精绝国使用的文字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地方它真的跟找到精绝古城是有直接关系的。太对了，小胡同志，今天我们这个发现将开启西域考古的新篇章。看到这些鬼洞文，陈教授对此次行动信心倍增，当即要求胡八一加快前进的步伐。爱国，你赶紧带着学生们把这个岩壁上的文字都记录下来。知道，小胡领队，咱们抓紧时间继续往前赶啊！接着走，没问题。好。为了寻找雪莉杨父亲的踪迹以及一个神秘的笔记本，胡八一带着考古队众人沿着冰川大裂缝一路深入到冰川内部，跨过地下河，众人发现前方隐隐闪着蓝色的光芒，沿着崎岖的通道向前，一座木塔形状的建筑出现在众人眼前，塔身上有无数星星点点的蓝色闪光。只见这座木塔一共分为9层，每一层都挂满了身穿奇特古装的干枯骸骨。陈教授向众人解释道，这是9层窈楼，是古代魔国历代君王陵寝的殡葬形式。正说着，众人便在一旁看到了一片灰烬。胡八一看着这熟悉的一幕，告诉众人，这便是被火瓢虫袭击后的惨状。突然他意识到，9层窈楼上那点点蓝光正是火瓢虫，从数量上判断，此处很可能就是这火瓢虫的巢穴。只见每一具骸骨上都栖息着火瓢虫，那幽冥般的蓝色，仿佛就是已经安息的亡灵。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胡八一劝说众人赶紧离开，但陈教授和郝教授认为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探索西域文化的机会，既然已经来到这里，怎么能空手离开呢？胡八一心知劝不动这帮知识分子，便嘱咐大家小心行事，心中惦记着寻找笔记本的雪莉杨，径直向窈楼走去。太不让人省心了。你知道这东西有多危险吗？我知道。分头找吧。听到胡八一说分头找，这可把财迷的胖子激动坏了。他找到一具没有火瓢虫的骸骨，悄悄地将其身上的项链藏进口袋。他翻开遗体准备继续寻找时，却发现遗体身下有个包，里边装着的正是一个笔记本。陈教授和雪莉杨迫不及待地上前查看，只见笔记本上写的全是英文，里边还夹着几张沙漠的照片。一番检查后，陈教授和雪莉杨确定这就是他们苦苦寻找的。我关上火灯了吗？只见在声音和灯光的影响下，沉睡中的火瓢虫渐渐苏醒，意识到危险来临，众人转身便逃。可崎岖的通道严重影响了逃亡的速度，眼看身后的虫群就要追上，胡八一赶紧提醒大家潜入地下河躲避。我的笔记本不能使用。眼看众人跳入河中，无数的火瓢虫就如扑火的飞蛾一般，也跟着扑向水中。可是渺小的生命虽然蕴含着恐怖的杀伤力，却终究不知水能灭火的道理。只见他们一进入水中，身上的火焰瞬间熄灭，众人也借此时机成功上岸。然而危险还远远没有结束，剧烈的动作破坏了地下和往日的宁静，同时
也惊醒了水中的猛兽。只见水中突然窜出一头巨大的怪兽，张着血盆大口向众人扑来。这是史前霸王龙源，这种生物早就已经灭绝了呀！快闪开！眼看霸王龙源一步步向岸上袭来，众人转身逃跑，岂料那龙源不按套路出牌，竟然伸出长长的舌头粘住了嘎娃的腿。胡八一上前抓住嘎娃，防止他被拖进水中。胖子则瞄准那舌头连开数枪，那龙源吃疼，终于放开了嘎娃。胡八一趁机加入胖子的行列，冲着霸王龙源一阵扫射，巨大的身躯终究抵挡不住枪林弹雨，缓缓地退回水中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但此处巨大的动静彻底惊醒了刚刚折返的火瓢虫，看着逐渐靠近的蓝光，胡八一命令众人赶紧撤退，而他和胖子则留下来掩护，尽量为众人争取时间。二人边战边退，奈何火瓢虫数量众多，根本就杀不完他们。什么人呢？上去了！老胡来了！大爷，豁出去！扔啊！快扔啊！别让他在空中爆炸！胡八一和胖子没想到雪莉杨的枪法竟然这么好，不过巨大的声响很可能也来更多的火瓢虫，众人只得加快攀爬速度。此情此景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要出意外了。射手，坚持住！为了救陈教授，嘎娃将自己的安全扣系到了陈教授的绳索上，而他自己在失去了保护的情况下不慎坠落，下落时不巧撞到雪莉杨，导致他身上装有笔记本的背包掉落，幸好有绳索缓冲。嘎娃虽然摔伤了腿，但并无大碍。正当他准备再次攀爬之时，有一波火瓢虫袭来，眼看自己也来不及逃跑，嘎娃依然决定牺牲自己来掩护大家。连长，一定要带他们出去！嘎娃，别胡来，别干傻事！嘎娃！为了掩护众人撤退，嘎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。而此时，雪莉杨也发觉自己的包不见了。为了拿回笔记本，本已爬到一半的他不断下降。快上来啊！此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只见雪莉杨被吓得瑟瑟发抖，但火瓢虫并未攻击他，而是围着他不断盘旋，仿佛在识别身份一般。过了一会，那些火瓢虫居然径直飞走，这一幕惊呆了旁观的胡八一。此刻他一定在想这是什么情况，早知道你有这本事，就把你放在洞口守着，嘎娃也不至于牺牲。看来这雪莉杨身上还藏着很多秘密，但此时逃命要紧，他来不及多想，便继续向上攀爬，终于逃离了这恐怖的冰川大裂缝。劫后余生的众人终于踏上了前往新疆的道路。赶路途中，雪莉杨和陈教授仔细研究了笔记本上的内容，决定从博斯腾湖向西南出发，沿孔雀河向西走一段，直到找到向南的淄笃暗谷河道。沙漠和昆仑冰川一样，古老而又神秘。此时正是风季，贸然进入沙漠十分危险。而根据笔记本记载，精绝古城只有在风季才能找得到，因此他们在当地找到了一位向导，稍作休整，便出发前往沙漠深处。这位向导的名字叫安利曼，号称沙漠中的活地图。他屡次进入过沙漠深处，附近10里8乡没有人比他更熟悉沙漠。出入沙漠，众人看到的是美丽的蓝天与黄沙，他们不但没有感受到危险，反而被眼前的美景折服，一路高歌，向着沙漠深处走去。沙漠太美了，我们新疆好地方哎，天山南北好。